你能想象得到吗？我现在不是在沙滩上啊，我是在迪拜的沙漠农场里面。我身后的这么一大片的绿叶蔬菜啊，就是在这样的沙漠农场中种植出来的。迪拜一边是沙漠，一边是海洋，这里有五光十色的生活，这里有回报丰厚的工作，但唯独我还真没听说有中国人去迪拜种菜，在干旱的沙漠里种菜，这到底是为了什么？怀着万分好奇的心情，我受邀前去参观阿联酋最大的华人超市温超下属的沙漠农场。我身后里就是沙漠，这个围墙里面呢就是农场，里面种的菜，你肯定想象不到，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就能种出那么多的蔬菜。在中东啊，水比油要珍贵，那比水更珍贵的是什么呢？就是绿色的植物啊。在中东这边，在哪个小区里面看到了绿化特别好，那个小区也一定是比较贵的房价啊。大家看到这一片啊，全部绿油油的这些叶子菜啊，这些蔬菜，就是在迪拜的沙漠上，中国人把它们给种植出来的。刚到农场，在这里负责的孙大哥就热情地迎接了出来，但他热情洋溢的脸上似乎有隐藏不住的愁容。18年过来，我最担心的事情，昨天下午终于发生了。断电就是说，并不是说那个市电断电，突然间就是说在埋在底下的这个电缆，昨天那个水抽不出来，后来我们拉一根临时线把它往外抽，就是今天还能修好就好，如果停3天，全部都坏掉了。迪拜全年干旱，下一场雨都会登上新闻头条。一旦停电，这些嗷嗷待哺的蔬菜们将会面临灭顶之灾。在迪拜这么一个干旱的地方啊，就是一年365天，可能360天都不会下雨的一个地方，要种蔬菜啊，最大的问题就是缺水啊。他们这边这个农场呢，就是会从地下120米啊抽取这个地下水来灌溉啊。就是我眼前的这么一小块菜地吧，也就大概10来个平方的样子啊，平均1个月啊水电费的成本就在15迪纳姆，折合人民币的话就是接近30块钱。迪拜这边的温度也比较高哈，跟国内这个做这个种植的话，最大的区别或者说难的地方是哪些地方？马上就进入那个每年夏季的高峰期，气温天气预报48、49，下午3点钟上班的话，地表温度一测的话都有64、65。哦，那么高。对，它这些植物，它在这么高的温度下，你们要怎么样去做让它存活呢？主要是难在水的问题。那个韭菜，对，一天如果保持能灌1次水是最好的。作为唯一的难题，着急的就是水。对水。对，还有个我们最担心的这个烈日的情况下，就怕停电。这里的电不像国内，很正常啊。或者我们国家的政府啊，扶持力度很大。对，这里的话，我们本身是为华人服务，阿拉伯王子啊或者什么的政府的话，他也基本上啊，也就是说，像昨天突然间停电，我们就睡也睡不好，特别着急。一旦停电，这个水马上就供不上了，对吧？这个水就是必须的，才从120米底下地下水抽上来的。最坏的情况下，能够几天不浇水。如果现在韭菜，如果3天不浇水的话，70%基本上就睡觉了。死掉了。没有降水灌溉，那就抽取地下水。地下水水位太低，那就直接抽到地下120米。电力供应不稳定，那就备好应急电源。中国人的勤劳踏实，解决这大自然设下的种种难题。这些绿油油的菜呀，它不是种在土上啊，不是像咱们国内种菜都是种在这个田地里面，都是土。这个下面呢，我随手一抓啊，大家都能看得到啊，这些就是非常细软的沙子啊。这个农场的外面就是一片沙漠，这片菜地呢就是建立在这个沙漠之上。这里面的土啊是非常有讲究，在这个我们现在能看到这个菜的最下面呢，是有打一个打底层，大概20公分左右啊，就是混合了骆驼粪跟沙子的一个混合层。这个就是纯的骆驼粪，施肥基本上都是用这些骆驼粪、牛粪。主要是我们主要的肥料是用这个，主要是用这个。有什么尿素啊，咱们基本上都基本不用的。那像这个的成本高吗？对，成本肯定高嘛，成本高，还有这个种出来的菜这个口感完全是不一样。比较的天然啊，所以说要在迪拜这个地方种菜啊，要克服高温、缺水，还有这个地质的问题。经过了相当于是这几个3大问题的一个严峻的考验啊，能够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能够生存下来的菜啊，就看一下我现在眼前的这一片这个上海青啊，是不是长得非常的好啊？当然，在迪拜沙漠里种菜也不全是困难，意想不到居然也有好的一面。
像他们这边的菜哈。跟国内相比有一个好处，种菜啊，就是说这边的病虫害特别少，因为这边的温度也比较高啊，但是自然环境生态相对来说没那么复杂，就是这边的菜呢，就是不大需要去打农药，而且他们这边用的肥料呢都是牛粪和骆驼粪，也比较的生态，能够最大程度的去还原这个菜吃到嘴里的口感。您这边这个农场它主要是有哪些品种啊？主要是空心菜，目前卖的最好的，还有小白菜，也是这种适龄菜，最适合这个季节的，有木耳菜、红薯叶，还有这些，这些应该好像也是国内这个夏天应季的一些蔬菜了啊，就是在家乡能够吃到的这些菜，在这边这个季节也能吃得到。这里就有家的感觉。中国人他吃蔬菜其实品种还是蛮多的啊，因为我去了好多国家，我都发现，特别是像叶子菜呀，它都有好多的品种，然后不同的季节会有不同的蔬菜品种。在个温超里面哈，它就能够感觉到，就像回到了国内的超市一样，就你能吃到的食物能够比较亲切的话，就是想家的那种感觉，可能就会减轻一些。对，种的好好呀。其实虽然在这边天气这么恶劣，可以说在世界上，在沙漠上种蔬菜的话，条件也是独一无二的。就是说从全年算下来哈，总共有多少个品种有统计过吗？总共大概40来个。40来个品种，那还是很不错了。我们大概2个农场大概1年下来统计下来，大概1000多吨吧。1000多吨。平均一天大概3吨多。迪拜的华人大概就是据说有20-30万人啊，基本上能够满足像国内的一个类似于像县城一样的一个覆盖的一个水平了。如果我们要说句心里话，真正在阿华人，每个人能吃到温超的菜，我们还要继续，也是很不容易了。因为这个没有来过之前哈，我觉得也是想象不到的。这个地方你需要面临的问题啊，其实还是挺多的。孙大哥对我坦言，由于成本高昂，沙漠农场建立至今依旧没有盈利，只是为超市提供配套服务，一直坚持了下来，靠的是那一份恋家的情怀。中国人无论身处天涯海角，对中国味道都饱含着浓浓的眷恋。一口熟悉的蔬菜，一道家乡的美食，是能跨越千山万水，维系家与爱的纽带。爱能让距离不再遥远，爱能让困难不再可怕，这也是一种独一无二的中国精神。在迪拜的这个温超里面啊，不但能够买到很多来自中国的日用品百货啊，能够吃到很多，就像今天白天去那个沙漠农场里面看到的种的那个来自中国的蔬菜，还能吃到很多就是像国内的一些中大型超市里面供应的这种熟食啊，这种就是我今天呢就买了一份烤鸡啊，一份这个是毛豆，想不到吧，在迪拜都能吃到这种凉拌的毛豆，可以说是下酒绝配啊。既然这些熟食都买好了，今天就肯定得来点酒啊，喝点菊花白了。因为下一站的话，我会去到一个环境的话会比迪拜艰苦多了的地方，就是非洲啊。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地方，但是应该你们绝对是意想不到的一个地方了，环境会比迪拜艰苦得多。那今天就一杯菊花白敬大家，我们下一站非洲见。